大家好，我是强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前世新闻，仅供娱乐。昨天大半夜，将军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平安机场，去接他的老朋友弗拉基米尔·普大帝下飞机，将军就屁颠开启500艘3舰迎接思密达。2个人一见面就开始寒暄，将军对普丁说：“还是你的胆子大，看着飞机飞来飞去，我就不敢怕被人家打下了。万一川普怕 F-35来接机，把我绑到美利坚，我就要跟马杜罗一样成为美利坚面前永久居民的思密达。”普丁说：“这有什么不好的？有多少人出门都想永居美利坚？”将军笑着说：“我还是每次出门都坐专业卡点买把盒，这样就很放心思密达。”普京调侃道：“原来是这样，我说你怎么不喜欢坐飞机，还以为你怕自己太肥，飞机起飞不了。”机场接完机后，将军安排普大帝坐上他的马巴盒，前往平南市中心参加晚宴。思密达在普大帝到来之前，平南市中心早就为贵客的到来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街道两旁树立起了欢迎标语与普大帝的画像思密达。普丁一下车就对将军说：“看在这里看了看时间，还以为自己眼花了。现在是半夜12点，评论怎么还这么亮？大晚上的，搞得比我莫斯科还亮。”将军笑了笑说：“没听说过是太阳吗？有太阳的地方当然就会亮。”普大帝连连称赞索将军太阳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思密达。随后，将军还带着普大帝感受了一下朝鲜的阅兵，还有朝鲜人民相互哈笑的欢迎仪式，思密达。普大帝私下对将军感叹道：“这么多年了，还是在你这里才能有重回苏联的感觉，在北京的希拉蒂那里都还差点意思。”就在同一时间，平南的迎宾馆餐厅里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普大帝准备晚宴。这次为普大帝服务的是将军后宫服务团，个个都是全朝鲜顶级的美女思密达。在就餐时，普大帝对将军说：“你小子可真爽，你看看你后宫都饱满了。怪不得我看你整天走个路都气喘吁吁，身体虚得很。若是说昨天晚上大战了几次，将军笑笑说，也没多少次，也就17个回合吧。”将军还问普大帝看向那个吃完饭后随便挑，不要客气。普大帝连连把笑说道：“我已经70多了，1把年纪不中年了，不像你还这么年轻，身体还这么看着。”普丁说：“美女太低不要了，要么就多给点小伙子给他吧。”将军恍然大悟说：“原来普大帝喝这个，懂了。”普丁连忙纠正道：“你个死胖子在想什么？我是说多派几个炮灰到我的俄乌前线去填战火吧。”就这样，晚宴在一片雄厚的氛围中进行着。朝鲜人民也将在将军的带领下，与俄罗斯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思密达。尺度超大的性感暴露服装，诱惑力拉满的舞蹈表演。如果告诉你这是从号称纯正社会主义的北韩流出的影片，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怀疑自己，难道是自己以往对于北韩的认知出错了？表面上衣着朴素的北韩人民，其实思想上都非常开放，但实际上，普通北韩人是不会也不敢去看这种带有资本主义糜烂颓废的暴露舞蹈，因为在北韩刑法第6章第194条规定了侵犯社会主义文化罪，任何人观看、听见含有颓废、色情、淫秽内容的音乐、舞蹈、绘画、照片、书籍、录音或电子媒体，或者实施此类行为，将被处以2年以下拘役，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5年以下劳改。所以，在北韩观看这些颓废的资本主义厌恶影片的并不是平民，而是金家的太阳们。如果你再继续追问，难道金家太阳们就可以不遵守北韩法律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因为法律中的条款规定的是人不能看，而作为从地上捡颗小石子就能击落敌军战斗机的太阳神，他们不属于人，也就当然不受限制。金家太阳们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看，还可以拥有他们，并给他们取了个悦耳的名字——欢乐族。
那些在金三胖与普丁会面的宴会上端盘子的女服务员们，个个长相出众，比南韩那些出道的女团明星都养眼。他们还只是将军家的传菜服务员，可想而知，太阳后宫中的欢乐组是什么档次的了。欢乐组是外界对神秘北韩最感兴趣的焦点之一。那么这个号称金太阳后宫的组织内部到底如何？金太阳是否与传闻中一样，在欢乐组中过着糜烂透顶的生活？欢乐组的选拔过程又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Zero 君将带你深入金太阳的后宫，一窥欢乐组神秘面纱的背后。欢乐组的原型诞生于1970年代初，当时正值金正日角逐北韩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关键时期。在家族内部，他有2个主要对手，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曾经扶植他的叔叔金英柱。1970年在金日成生日时，北韩修改宪法以确立金英柱的绝对权威。此时的金英柱已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相当于北韩的2把手。当时外界也一度盛传金英柱将成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还有一个竞争对手，则是金正日同父异母的弟弟金平日。金正日的生母金正淑去世后，金日成与秘书金圣爱结婚，生下女儿金敬珍和儿子金平日、金永日。出生于1954年10月的金平日外形酷似父亲金日成。与没有军队经验的金正日不同，金平日还在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作战系学习过，后来还担任过护卫司令部装甲车大队长，履历丰富。在这关键时刻，金正日用各种方法来取悦自己的老爹金日成，以获取信任。而其中的取悦方式之一，就是从北韩各地挑选美女，安置在金日成的别墅里，美其名曰为太阳祝寿。据曾担任过金日成保镖的人透露，金日成对此感到很高兴，非常喜欢看他们表演脱衣舞。这就是最早的欢乐组。从结果上看，金正日最终得到了金日成和游击派的支持。到了1971年，朝鲜方面传出金英柱患有植物性神经不调和症，此后在所有的文件或报道中消失。1988年后，金平日长期被派往欧洲担任驻外大使，以远离平壤的政治舞台。金平日的弟弟金英日一直在朝鲜驻的大使馆出任参事，2000年5月由于肝硬化在德国去世。当然，金正日之所以能打败其他的竞争者，夺下金家太子之位，靠的不仅仅只是给老爹送几个美女。不得不说，金正日能在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金日成的绝对信任，跟他不得了的马屁功夫是分不开的。金正日喜欢拍电影，他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亲自主导把关了许多塑造金日成个人崇拜神话的影视作品，而且还在北韩境内各处建立了8万多个金日成铜像和革命遗址，这样不遗余力地歌颂伟大领袖，这才让金日成彻底对自己的这个太子放心，而这也是金正日在日后能稳坐伟大领袖接班人宝座的基础。但是光有老爹的认可还不够，想要稳坐太子之位，并在将来顺利接班，必须要在朝廷之内建立起自己的党羽，而在这个过程中，欢乐组派上了用场。1974年2月13日，在朝鲜劳动党第5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推戴为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接班人。他想继承的不只是伟大领袖的位子，还有他非常想拥有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自己的欢乐组。金日成毕竟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年纪摆在那里，面对送来自己住所里的美女如云，多少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作为主体朝鲜的缔造者，他花在治国理政上的时间还是更多。而金正日就不一样了，虽然是接班人，但是老爹也还不是那么老，什么事都有他顶着。所以这段时期的金正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泡在欢乐组里，这也是欢乐组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与金日成比起来，金正日的生活无疑更加放纵，这种放纵不仅表现在他顿顿吃鱼翅喝名酒的饮食上，他在性事上的放纵更让人瞠目结舌。
在他还未成为接班人时，是他需要安排欢乐组，送上美女取悦老爹。而当他成为真正的接班人时，自然也会有人识趣的为他准备好想要的一切。这个人就是他的妹夫张承泽。张承泽是金日成女儿金敬基的意中人，虽然成了自己掌上明珠的驸马爷，但是金日成却不怎么待见这个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小子。于是聪明的张承泽就把赌注转向了王朝的接班人，自己的大舅子金正日。他渐渐地成了金正日的心腹，得到了金正日的更多的信任。金正日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都交给张承泽来办。张承泽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笼络高层，讨大舅子的欢心，专门组建了银河管弦乐团，甚至秘密扩充组建了属于金正日的欢乐组，专门为一些高层官员提供服务。据金正日的御用厨师藤本健二回忆，70年代的朝鲜劳动党内，没有人称张承泽为张同志或副部长同志，大都得毕恭毕敬地称呼他张第一副部长同志。在妹夫张承泽的安排下，欢乐组逐渐演变为金正日为满足个人欲望的机构。金正日通过欢乐组举办派对，拉拢高官，甚至以此进行政治操控。金正日与他老爹金日成的统治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金正日似乎并不喜欢公开露面，他每年到了要发表新年讲话的时候，都是通过报纸的联合社论来代替。这或许是与金正日觉得自己的形象差有关系。据后来脱北的高官黄长业描述，一次深夜欢乐组聚会后，在平壤街道上，酒后飙迈巴赫的金正日遭遇了严重车祸。从那以后，金正日就没法工作，重要的事情都要向金日成请示。但金日成一直被瞒着，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倒霉儿子出了什么事，只是被告知他身体不好在调养。这场车祸让金正日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放纵的私生活和疯狂酗酒更让他快速的衰老，头发稀疏，50来岁的他甚至看上去比自己80岁的老爹还虚弱。金正日完全不像他的老爹金日成那样频频出现在镜头前，他是一个隐居型独裁领导人。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独裁国家，像中共的毛泽东与苏联的斯大林都频频在公众面前展露形象，挥一挥手，发表一段讲话，这都是非常普遍的煽动群众的手段。那么隐居的金正日是如何维持自己对于独裁体制的控制的呢？其实他统治手段中最重要的是亲信政治。他将最聪明、负责任且在各领域具有专长的人任命到关键岗位。行政部门的张承泽是他任命的亲信中最有名的一个，还有像他的妹妹金敬基，外交部的江西驻第一副部长，对南事务秘书金荣顺，宣传负责人金基南，以及崔龙海等人。这些人在各自领域负责，提交报告供金正日签字。而金正日管理亲信的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大棒就是将军的惩罚，如果某人过于自负或得意忘形，就会根据情况被送往政治犯收容所2年。张承泽都曾被送到钢铁厂干过2年苦力。如果某天一辆奔驰车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门口，说辛苦了，将军召唤你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去吧，这个人就会感到恐惧，他很可能由于犯错而进劳改营。而如果是周五下午，一辆奔驰双门 S450 轿跑停在家门口接你，而且车牌号是象征将军生日的216，那么就意味着你得到了将军最大的胡萝卜欢乐组派对。许多棘手的政策会通过这些秘密派对决定。因为金正日的核心亲信都参加这些派对，他会当场询问意见，如果2人意见一致，就立即拍板。所以这些派对不仅是娱乐场所，也是非正式的政治决策场所。而如果有人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如此重要的派对排除在外的话，就会让人非常紧张，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反之，如果每次都被邀请，你会觉得将军对自己信任不减，而感到心情愉悦。有些时候，金正日会故意让一些人缺席，制造紧张感，而这就是金正日对于帝王术的运用出神入化之处。他会通过这种方式激发亲信之间的忠诚竞争。就这样，
欢乐组不仅成为了金正日自己用来享乐的机构，还是他用来组建自己的太子班底、实行亲信政治的工具。金家三代太阳借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名头，实际上实行着与古代帝王毫无差别的世袭统治。在三位胖中，二胖金正日由于其极度骄奢淫逸的私人生活，非常符合古代暴君的形象，特别是与朝鲜王朝的第10代君主燕山君极其相似，两人都异常喜好淫色。燕山君曾设立了彩虹郡使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搜罗美貌的艺妓和骏马，不仅限于职业艺妓，甚至连民间未婚女子也被强行献给燕山君，供其享乐。据说献上的女子多达1万名，燕山君亲自甄选其中擅长音乐和艺术的女子，任命为艺妓，总人数接近2000。而被选中女子的家族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地位堪比士大夫。在北韩，金正日也设立了类似彩虹使的机构，那就是朝鲜劳动党第5科，负责为金家太阳选拔欢乐组。欢乐组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在其内部还根据分工不同细分为满意组、快乐组和歌舞组。其中满意组是容貌身材极品的主角，他们需要学习深入交流所需的礼仪和技巧。快乐组则在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下学习了按摩、指压等恢复疲劳的专业技巧。歌舞组则是为太阳献上自己的歌曲和舞蹈，在舞台上的他们也是最能获得太阳青睐的。在外界的人看来，所谓的欢乐组就是为满足金太阳淫欲而设置的，应该会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但其实在北韩的情况恰恰相反，最初北韩普通人根本不知道欢乐组的存在，人们只知道那是为伟大领袖服务，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在金家政权的洗脑宣传下，北韩普通人最初对欢乐组和第5科的认知是正面的。北韩当局美其名曰保卫伟大领袖和敬爱的领袖同志的长寿和健康，是全体党员和党委的神圣职责。官方并不会透露欢乐组内的真实情况如何，而且一旦被正式入选欢乐组，就会被授予少尉军衔，并在25岁之前担任名义上的人民军军官。这对于普通家庭出生，特别是出生在平壤以外的人来说，是为数不多的能跨越阶层的方式之一。所以北韩的普通人都挤破了脑袋，争抢着想要为伟大领袖服务。那么如果你是一名北韩普通家庭出生的女孩，想要进入欢乐组为领袖服务，该怎么做呢？首先，你要等待金正日下达欢乐组的补充命令，只有当伟大领袖觉得眼前的美女都看厌了，想要换不一样的口味时，补充命令才会被下达。紧接着就是中央组织指导部第5处向各地下达补充指标。北韩当局会向全体党员干部发放一个绝密小册子，并要求他们按照小册子中的标准寻找和推荐欢乐组候选者，推举上来的候选者是否合格与金正日是否满意，都会作为他们是否能升迁的关键因素。为了确保伟大领袖的后宫有新人源源不断的流入，欢乐组的选拔过程从13岁左右就开始了。从小学毕业时，各个学校外貌出众的女孩们就会排着队在操场上站着，第5处的官员会检查女学生的基本身体状况和外貌，并将她们纳入管理对象。通过的标准很高，例如必须身高至少160厘米，肤白貌美和牙齿白皙，瓜子脸和浅双眼皮。其中最硬性的条件就是要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不能是敌对阶级，因为将军也不希望整天和自己滚床单的女人对自己恨之入骨。这对平壤之外的普通人来说是进入中央党、实现晋升的难得机会，因此被视为一种荣耀。学校也会为被选中的人送礼物，被选中的孩子会被长期观察，确保身体健康，甚至禁止进行阑尾手术等任何手术，以免留下疤痕。化名金惠英的脱北者金女士曾有许多朋友都被选入第5师团，她回忆了详细的选拔经过。他们会把高挑、皮肤白皙、五官分明、长得漂亮的孩子做好记录。这些被记录在册的孩子会受到学校的严格管理，
直到最后选拔，这些年轻的女学生们都要接受不间断的身体检查，从贞操测试到她们的成长发育状况，都受到严密监控。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体检，检查孩子们的身高、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任何疾病，包括血液检查和妇科检查，甚至被直接询问是否有过性经历，过程充满羞辱感。经过如此严苛的选拔，第一轮会选拔约200至300人，之后再选出约100人。这些入选者将在平壤南山医院接受详细的体检，其中包括妇产科检查。最终只有约50人被选中。从各地选上来的极品美人胚子，有些会被送入平壤的金星学校系统。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尤其对居住在平壤以外的人来说，能去平壤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平壤家庭的孩子，除了挤破脑袋进入北韩顶尖大学以外，很多家庭还喜欢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金星学校系统，走艺术路线，特别是女孩子。她们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在舞台上唱着歌颂太阳的歌曲的小明星。外界在看到北韩那些在舞台上摇头晃脑，看上去非常老成的小艺术家们时，都会认为他们比较可怜，年纪这么小就被洗脑。但其实北韩的父母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站上舞台，费尽了心血，看到他们的孩子站在舞台上，也不知道有多高兴。金星学校系统是北韩的顶尖艺术学校，这所学校在北韩被视为党组织部的人才培养基地或欢乐组学校，换句话说，是培养金正日欢乐组成员的重要学校。学校70%至80%的学生是女生，据说这里的学生们每天喝牛奶，还有很多人做过双眼皮手术。这是一所北韩特权阶层子女必经的贵族学校，原因在于只有金星学校的音乐专业学生可以免除农村动员、政治活动动员以及义务兵役等要求。在今天，连看个韩剧都会被公开审判的北韩，这所艺术学校的学生们随时都可以观看外国电影而不受处罚。在北韩新年晚会上，金星学校的学生们会参加表演，如果在新年演出中被金正日看中，选入欢乐组，有幸为最高太阳提供娱乐；如果再被太阳临幸，就更可以从此一跃成凤凰。就算是被高官看中，攀上关系，那也算是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在真正进入欢乐组之前，还要进行更严苛的检查。据张承泽的亲信脱北后回忆，张承泽作为美女选拔小组的组长，拥有最终决定权。经过3次审核过的美女，个个都是人间绝色，从身体和生理上都无可挑剔，且已经经过体检，确保是处女且没有妇科疾病。而在这个基础上，张承泽仍然坚持由自己进行终审。他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望闻摸探4个审核步骤，即望其容颜、闻其体味、摸其肌肤、探其眼密。遇到中意的美女，甚至还会要求对方抬起大腿看个仔细。张承泽还效仿金正日的欢乐组，也建了一个快乐小队，里面的美女都是他利用帮金正日挑选欢乐组的职务之便自己截留下来的。此前，在欢乐组还没有被外界广泛知晓的时候，被选中的女性和他们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伟大领袖的身边做什么。相反，他们还为自己与其他人不同，被国家选中而感到自豪，并认为自己为党和领袖牺牲了孩子。但被选中后，不仅与家人断绝了联系，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将要做什么。如果你是被选中进入第5科的女孩，那么在退伍前都不能打电话给父母、兄弟姐妹或见面，所有这些都对你的父母保密，他们甚至会销毁你家里的照片，你还必须穿上特殊的军装。虽然有许多住在外省的女性也确实梦想着，如果被选进5科就能在平壤生活，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随着后来欢乐组逐渐被外界知晓与报道，渐渐的有人知道其中丑闻。一些被选中的女子因为家庭背景普通，父母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带走。更令人痛心的是，有些父母为了避免女儿被选入欢乐组，甚至连夜安排他们与他人结婚，以破坏选拔条件。多数的父母则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子女去哪了，
只知道他们的孩子是为伟大领袖的健康长寿服务去了。从此，那些对欢乐组内幕一无所知的新成员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旦经过重重筛选，最终进入欢乐组，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不是按照你的意愿来了。首先，欢乐组新成员要面临的就是入门培训。曾有脱北的前欢乐组成员透露过，欢乐组非常不堪的训练过程，其中的内容包括穿着清凉的衣服一边跳舞一边练习倒酒，还有如何进行深入交流的一系列培训，简直就是岛国片的翻版。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们还被洗脑灌输伟大领袖的那个比香水还香之类的荒唐思想。而只有经过这一套颠覆常人伦理的训练之后，你才可以正式为伟大领袖服务。他们还会被派遣到香港、澳门等地进行短期按摩疗法培训。最后被选中的女性会被安置在办公室、官邸和别墅中，为伟大领袖服务。领袖会到处播撒种子，暗地里的私生子一大堆。当然，二太阳不仅仅是独享这份快乐，他经常举办与亲信的聚会上，时常都有欢乐组的身影。在金正日还是太子的时期，每逢周三和周六的深夜，平壤行政中心旁的一个公馆里都是灯火通明，歌舞升平。每周都如期举行的宴会从下午8点开始，开场都是先喝酒。金老大每次都会从自己存货1万多瓶的私人酒窖中拿出一些和大家畅饮。酒过3巡，金正日就开始拿起话筒，在欢乐组的伴舞下开始唱歌、玩游戏。有时候连游戏都玩腻了后，趁着酒兴，金正日会邀请年轻女子穿暴露服装表演，甚至让他们与高官互动，场面极尽奢靡淫乱。金正日还会给跳舞的欢喜组女成员下令脱衣服，开无遮拦大会，然后命令在场的干部们一起跳，但是只许看不许摸。这些派对有时持续半个月，结束后，所有用过的物品都会被当场焚毁，以销毁证据。此外，他们还会唱南韩、苏联和日本的最新流行歌曲，炫耀才艺，或是用大笔金钱赌博。此外，据说金正日的私人储藏室里塞满了各种奢侈品，例如珠宝、香水、手表、电子设备、女装、女鞋等。他会把这些作为礼物送给自己贴身服务的女人。据说他们甚至举办过一些外国主题的派对。有时在周六的晚上，金正日会以自由之夜为名，举行纽约之夜、东京之夜、波斯之夜、巴黎之夜等演出。欢乐组都接受了能够按照当地风俗表演服装和音乐等的严格训练。例如，如果举办纽约之夜的派对，所有参与者都会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戴着丝绸头巾，派对场地也会布置得像美国的社交聚会。如果举办巴黎之夜，据说会提供法式服装。金正日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致，会突然在聚会中故意切断电源，说喜欢谁就亲谁，然后突然接吻、脱衣服，做出各种下流的事情。在如此疯狂的派对之后，金正日会将高端外国轿车等奢侈品赠送给他看中的高官，或提拔他们。此外，据说北韩所有重要的政策决定都是在派对的密室里做出的。当然，金正日绝不容忍干部私自办派对。张承泽曾利用自己为金老大物色欢乐组的职务之便，从被淘汰的众多尤物中挑选出属于自己的享乐小组。据说这样做的高官还有在当时同样有权势的崔龙海。还有传闻说，享乐小组中的人牙齿敲光，戴上假牙，就是为了办事舒服。得知此事的金正日勃然大怒，朝他们扔烟灰缸，并高喊，在这片土地上，只有我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利。最后，他们都被送去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欢乐组的成员被当作物品一样对待，任由金正日摆布。金正日有时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欢乐组中的女性分配给官员，甚至亲自为他们挑选结婚对象。此外，他们也会根据身体状况被分配到厨房、花园和办公室工作，直到年龄到达25岁离开5科为止。在任期结束前，欢乐组女性被禁止交往，她们每年都要接受2次体检。据说，如果怀上别人的孩子或被判定不适合服役，就会立即被解雇。
有脱北者透露，一位曾在金正日私人住所工作的朋友被发现与一名护卫局的男子秘密交往，随后被赶了出来。之后，两人再也无法见面，朋友也下落不明。在外界看来，欢乐组队员们被视为可怜的女性，但在北韩并非如此。早期的大多数北韩人认为，她们是被太阳选中的女人，她们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欢乐组住在平壤普通江区大塔岭洞的超豪华公寓里，免费提供北韩人最青睐的日本进口的生活用品，尤其是与金正日同床共枕的女性会获得名贵手表等物品，并享有科长级以上的待遇。生病时，他们会去科长级以上的医院南山医院就诊。可以说，整个欢乐组都是太阳的后宫，并且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年轻新鲜血液补充。有补充就有淘汰，欢乐组的女性超过25岁就会从为太阳服务的欢乐组退役。如果是服满任期后退役的，那么她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军队，或者走军方高级将领、贸易公司高层或者党内高层干部等道路。但如果是中途被开除的，则会成为外贸公司职员或高丽航空等公司的空姐，他们的职位远低于服满任期后退役的人。当然，即使如此，这些人的工作在北韩已经算是上流社会了。还有的会被金正日赏赐给身边得力的警卫军官和高级官员，关系严格保密。欢乐组成员也并非只有北韩女性，金正日会提出要求，在一定时期内进口有异域风情的俄罗斯白人女性，到了年龄结束服役后，也会把她们交给未婚的护卫军官，或者给他们美元送回去。当然，也有在到达退役年龄25岁之后还留在太阳身边的，这也是大多数欢乐组成员追求的终极目标，那就是成为金太阳的妃子。金正日的妃子众多，他的老爹金日成曾给他指定过一个名叫金英淑的妻子，于1974年结婚，但对于金英淑，金正日并没有什么好感，仅只是无法违抗自己老爹的命令而已。那时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恋程慧琳，程慧琳由于长得很像他从小就去世的母亲，成了有恋母情节的金正日的初恋，他们的儿子就是金正男。1974年，程慧琳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后，金正日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沉迷于欢乐组之中。金正日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就算公开出现，也从不带自己正式和妃子们出场。但被外界知道的金正日的妃子至少就有3-4个，而且后来的妃子基本上都来自于欢乐组。就在程慧琳走后没多久，花心的金正日又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同居的情人高英基。高英基传言1952年生于日本大阪，日文名为高田基。1960年代随同父母回到朝鲜之后，他于1970年代进入平壤万寿台艺术剧院任舞蹈演员，很快成为该剧院的首席演员，后加入欢乐组。从1975年开始，高英基就出现在金正日每周举行的秘密宴会上。不知道从哪次宴会开始，金正日的旁边就有了一个专属的女伴，专门为首长服务。原来阅女无数的金正日看中了这个年仅23岁、名叫高英基的水嫩姑娘。据说高英基的相貌酷似金正日所言最漂亮的日本女演员吉永小百合。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坐在领导人同志的身旁，在聚会场所与金正日出入成双，还亲手为金正日脱下外套，并陪金正日跳舞。金正日经常带着她开着迈巴赫兜风，通宵达旦地在车内听韩国歌曲。此时的金正日早已把程慧琳抛之脑后，开始了他的第二段热恋。1981年，高英基生下第一个儿子金正哲；1983年又生下第二个儿子金正文。据金正日的厨师日本人藤本健二的描述，高英基看起来是性格比较开朗、友善、有耐心。金正日对高英基极度信赖，甚至允许他带着孩子们到欧洲旅行或到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他居住在平壤昌光山金正日官邸，金正日到各地出巡时陪伴在其左右，堪称事实上的第一夫人。据说高英基曾在一次宴会上从背后袭击了一名醉酒后拿着枪对着金正日的军官，因此救了金正日一命。
金正日多次在众人面前提起这件事，而且高英基为配合金正日的生活方式而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总是全心全意地为金正日整理文件和做跑腿工作，对金正日的下属也总是友好而亲切，因此在周围的人中有着良好的声誉。所以能让阅女无数的金正日看中的女人，不仅仅只有姿色，还有绝对的忠诚。而同样表现出忠诚的另一名二太阳的妃子，名叫金玉。金玉从1985年起加入了王在山轻乐团，并受到金正日的关注。他从80年代初期开始在秘书处担任科长，近距离协助金正日工作。他的存在之所以被西方媒体所知，是因为金正日多次访问中国和俄罗斯时被拍到近距离跟随在身后。藤本健二作证说，他从1987年起就见过他。高英基在的时候，他会像秘书一样侍候；高英基不在的时候，他会坐在金正日旁边，用只有金正日和高英基才会用的最高级的法式餐具吃饭。他身高约158厘米，笑容灿烂，牙齿整齐。当时尚未结婚的藤本起初爱上了他，并向其他人询问他是谁。得知他是将军的第一秘书后，大吃一惊。金正日称呼他为御姨，其他人也称呼他为御姨同志，所以藤本说他是在叛逃后才知道金玉姓金。他和高英基一样，参加金正日的秘密聚会，从他的私人秘书到护士，担任他的最亲密助手，直到1990年代末，他才承担起照顾第三任妻子高英基所生的金正哲、金正恩和金宇正的职责。高英基当时身患重病，身体状况不佳，亲自嘱咐金玉接替我，照顾金正日和他的孩子们，两人几乎如同亲姐妹。2004年5月，金正恩的生母高英基去世后，金玉实际上成为了金正日的贴身伴侣。金正日的大多数实地视察活动，金玉都随行左右，甚至与金正日的核心亲信如高英基的子女金京基以及张承泽等皇室成员相比，金玉始终住在金正日所在的中央大楼，形影不离。他几乎掌控了金正日的全部日程安排，是最终确认其行程的关键人物。据说金玉的父亲金贤曾是北韩65号军工厂的负责人，出身于财政系统。他的家庭背景在朝鲜堪称显赫，尽管不是最高层的白头山血统，但影响力不容小觑。他的弟弟金军在40多岁时曾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第一副校长，妹妹金玉京则担任政务院服务局局长，足见其家族在朝鲜体制内的地位。金正日中风后，他与张承泽、金敬基一起稳定政权，后来又参与了金正恩继任者的推举。2011年，他随金正日最后一次访华后，经消息人士采访透露，当时中国外交部收到密报，要求以金正日夫人的身份适当对待金玉。金玉以类似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与胡锦涛的官方场合，正是确认了他的地位。通常情况下，金正日会带亲近的人参加国家间的正式活动，这或许是他对金玉忠诚的认可。在这些场合中，金玉曾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同框出现，这些照片都传递了重要的信息。此外，他还陪同金正日访问了俄罗斯，足迹遍布多个重要外交场合。金正日的两个妃子能同时合作的这么密切，且不相互妒忌，这种感情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男女之情，其中更包含了对领袖的忠诚，这也是欢乐组成员在选拔时被反复强调和灌输的思想。而金正日不仅在欢乐组中为自己寻找伴侣妃子，欢乐组也被他用来给自己的太子金正恩挑选太子妃。2008年8月，金正日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中风，卧床3个月不起。二太阳中风醒来后的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确立接班人，不然自己哪天突然又中个风，不小心变了天，没选好太子，金家的天下一主连给自己收尸的都没有。此后，金正日开始陪同金正恩前往军队和党中央委员会活动，把他推上台前。当然，只选个太子是不够的，为了保险起见，金正日还要为太子亲自甄选一个满意的太子妃。二太阳一生阅女无数，已经到了随便瞅一眼
就知道是老花还是嫩花的程度，功夫了得。金正日除了带着太子金正恩到党政军公开活动外，还在私底下带着金正恩观看他曾最喜欢的欢乐组演出。他不仅在这里选出了自己的老婆，他还想从中挑出一个儿媳妇。2011年5月，金正日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儿子金正恩寻找配偶。儿媳的条件自然是要长得漂亮、学历高、头脑聪明，且出身于高阶层家庭。接到命令的党中央婚姻部门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挑选出10名候选人，经过金正日的批准，但最终因贞洁检查不合格，全部被淘汰。情急之下，中央党干部根据金正日的意见，从兼具美貌和音乐才华的银河管弦乐团歌手开始筛选。这些歌手大多从10岁起就在金星学校或平壤音乐舞蹈大学接受特殊培养。据说这个银河管弦乐团是当初张承泽成立的，他一直坚持自己亲手终身，因此出身成分和贞洁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在经过金正日把关筛选的一众美貌的预备太子妃中，有一次金正恩看中了出场表演的李雪主，而且一眼就看上了她，两人很快便开始约会。最终李雪主被选为金正恩的妻子。二太阳驾崩后，金正恩成为了北韩的第3号太阳。有传言说，金正恩上台后，为了展现出改革形象，划清与父辈的界限，以便更好地树立权威，他解散了父亲的欢乐组。据说他处决自己的姑父，也是因为曾经在李雪主入选银河管弦乐团时，张承泽亲自检查过的。金正恩得知后震怒。北韩消息人士称，金正恩执政初期很少使用别墅和招待所，但自2014年腿部和脚踝接受手术后，经常在别墅和招待所休息。金正恩经常光顾的别墅和招待所里，都坐着身高超过170厘米的美女。金正恩将金正日生前活跃的欢乐组成员全部解职，并重新选拔美女。他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欢乐小队，这些女子被安排在中央党组织指导部管理下的特阁，负责各种能说或者不能说的服务。在公开场合中，服侍金正恩的那一大群美若天仙的服务员，就向世人展示了这一点。据说三将军的口味还与自己老爹很不同，从小在瑞士留过学的他，口味据说偏西方化。金正恩欢乐组的选拔标准都是魅力十足，身高比金正恩高170公分以上，有西式脸型，年龄在14至25岁之间，通过家庭背景与成分调查，终身单身且没有与男性交往经验。2024年4月，有报道称，北韩各地方劳动党第6部接获命令，要求选拔年轻单身女性，全国各岛、市、郡党委第6组织部专门选拔在金氏家族的豪宅或别墅中工作的人。咸镜南道一位消息人士称，选拔标准是20岁以下的年轻处女，身材高挑苗条，皮肤白皙，大眼睛，脸型略呈椭圆形。有消息称，最近在平壤出现了一些女性为避免被选入欢乐组而故意在脸上留下疤痕的情况。过去被选入欢乐队被认为是家族的荣誉，而如今随着北韩欢乐组的真面目逐渐为人所知，愿意送孩子去武科的家长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金氏家族和党中央老干部们的玩物。